전홍. 운남성에서 생산된 홍차를 전홍이라 한다지만 진짜 전홍이 태동한 곳은 봉경, 펑칭이라는 사실 다들 모르셨죠? 이곳이 운남 홍차의 우심방 좌심실입니다. 알고 계셨다고요? 똑똑하시네요. 예. 오리엔티 정 대표는 빙도에서부터 봉경으로 170km를 달려 한 대사님의 차창에 방문했습니다. 이번 영상은 공부하는 내용이 좀 많아요. 이 차창 형님이 아주 박학다식 하시더라고요. 번역하는데 하루를 꼬박 썼습니다. 봉경 홍차의 역사로부터 현재의 현황까지 상당히 학구적인 내용을 담고 있는데 공부가 싫으신 분들은 이만 영상을 끄고 넷플릭스 보러 가세요. 그럼 시작! 봉경이다. 예. 빰빰빰빰빰빰빰. 와, 전홍 집단이다. 와, 여러분, 저기가 전홍 집단이네요. 봉경 홍차의 1등 기업 전홍 집단. 야. 펑칭환민민 띠엔봉. 봉경 여러분을 환영합니다. 이야. 봉경 홍차는 무슨 맛인지 시장 근처 숙소를 잡아봅시다. 아우 죽겠다. 900미后右转. 와, 여기 사람들은 다 차이를 하나봐. 온통 차가 되네. 이쪽 안쪽이 도매시장인가 봅니다. 야, 근데 여기 주변 산이 진짜 높다. 봉경 진짜 해발고도 대박이네. 여러분, 제가 있는 곳이 홍차성입니다. 여기 홍차 교육시장이고 주변에 홍차 가게가 많네요. 야, 온통 봉경 홍차 가게다. 여기서 어떻게 옥석을 가려낼 것인가. 일단 숙소에 짐부터 좀 풉시다. 반갑습니다, 여러분. 오리엔티 정 대표가 운남성 봉경현에서 인사드립니다. 지금 제가 와 있는 이 차창은 보시다시피 봉경 용천 차창이라는 차창입니다. 이 차창에 제가 온 이유는 여기에 엄청 유명한 봉경 차창에서 근무하셨던 이력이 있는 비물질 전승인 왕흥명 대사님이 계시는 차창이기 때문인데요. 오늘 이 차창과 함께 하면서 전홍은 어떤 홍차인지, 운남 홍차의 특징은 무엇인지, 또 봉경 홍차의 특징은 무엇인지 함께 알아보도록 합시다. 또 전홍은 어떻게 만들어지는지도 이해해 볼 수 있을 것 같네요. 자, 그럼 함께 가시죠. 왕흥명 대사님이 세우신 용천 차업사입니다. 궁금한데요. 这个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凤庆有记载的一些茶叶的一些历史，有历史资料的对。然后的话，这边首先开始的就是一个许霞客，但是它邮记里面记载到的过一个太华茶的一个记录，就是我们很早的一个记录的话，就是在它那个在它那本书里面可以查得到，就有这么一段话然后下面的这个的话就是主要是说我们凤庆茶的一个茶叶种植的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记录，就是民国时期。对，启林启林这个人呢，他就是把出去，他用自己，他开始去外面把那个我们的大叶种拿回来种在凤庆，所以说我们现在滇红茶为什么会施制成，为什么会得首先得有茶树嘛，就是资源，就是他种茶的这个资源是当时就种下了这么多茶叶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当时有这么多记录，就是他购了多少茶籽进来，分别种于什么茶，就是现在说的那个我们现在主要在推的那个凤山茶凤山茶这个它也是属于当时种的这种一个品种，就是
云南别的地方的大叶种就转过来这边种了。对，因为他当时的话，他当时购的时候，他就是购大叶茶籽回来嘛。然后的话，因为优良品种来讲，它蒙库种。这些都属于这个优良品种嘛，但是凤庆的大叶种也是属于优良品种，也是入了种出的啊。然后的话，这个的话也是就到我们滇红茶，我们冯少球老先生来到这边制茶的一个简短的几句话，但他其实他那个很多史料里面记载的东西很多，但是只是摘录了一小部分。就为什么他会来到凤庆，就是因为当时他是。其实其他的那些东南的茶区沦陷了嘛，那他是受中茶公司的委派，来到我们西南来看有没有来这种资源来做茶来换这种外汇的这种地方，然后他来到整个云南，他也走了很多地方，这些都是一些记录，那包括他。主要的这些茶区啊，就像版纳这些肯定他就去了对。但是最后面他来到我们凤庆的时间，他有明确的这个记载，就是11月中旬了，然后进入到其实其他茶区是没有茶了，或者食物都进入休眠期了，但是他来到我们这个11月中旬还是有丫头嫩芽，对，然后就开始试制，然后吃了这个一红一绿，这个绿茶也做了，但是其实他没有，不仅仅只是做红茶，做了以后呢，就是非常的惊艳就是感觉这个因为他从那边过来的，他是祁门嘛，祁门茶厂嘛，红茶嘛也是，然后他从那边过来所以说我们红茶的这个工艺，它也是祁门红茶的一个属于一个同一个工艺就是祁门红茶的工艺，就转过来这边做茶，对，都是属于功夫红茶嘛功夫红茶然后就这些是当时他的一些做出来茶叶的一些描述就是它的外形、它的滋味、它的汤色这些都有那我想问一个话题，就是勐爱茶厂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做一些红茶嘛，然后他们的历史为什么变成普洱茶为主？你们的历史为什么变成这个继续做这个红茶了？这个东西呢，它因为其实普洱茶来讲，普洱茶的主要产区其实不管普洱、版纳，就思茅嘛，以前的思茅、版纳、临沧，它都属于普洱茶区但是所以它之所以这种呢，跟很多时候跟历史这种因素还是比较有关系。因为普洱茶出去，其实国内一开始对普洱茶的评研认知它其实一开始这些茶叶都是往外走的，都是去香港那些地方。后面特别是邓世海老师的那本书上也说的比较清楚，他又怎么样？后面这些又重新发掘了以后，又开始来推这个普洱茶。其实普洱茶是有，但是很多人都不去重视，也不去推。但是后面出来以后，感觉很多人去接触到普洱茶，在香港放回来的这些老茶以后，就感觉这个东西原来是那么有趣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才开始来推广这个普洱茶。他那本书里面其实介绍的很清楚然后呢，像我们红茶的来讲的话，因为它也是历史原因，因为刚刚为什么说它滇红茶它属于抗战茶嘛？抗战茶就当时是出去换外汇的，其实我们丹浙其实丹浙很少喝红茶的，就虽然凤庆出红茶，但是其实凤庆丹浙人也不怎么喝红茶，以前的嘛，然后是拿出去出口，出去换外汇的，1吨滇红10吨干，所以拿回来把干茶换回来是要，都是就是抗战茶为什么把干茶换回来？是很多的战略上的用途就是要用的干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国家它其实它是有大量的一个量的一个要求的就是多少担，但是它有明确的这个，它是属于有这种计划的时候的这个计划经济是有明确的这个要求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制茶的工艺产量这些就提高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凤庆的茶叶量会那么大其实它那个时候需要量，需要量，确实需要量就是说，所以说现在我们整个凤庆来讲，茶叶的种植量比较大种植量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历史原因，对，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红茶在我们丹浙为什么说推广跟这个品饮的这种层次也不太高，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是
其实拿出口以后当地的这种推广也是，所以有一点欠缺的，就是很不知道品饮的这种一直走量的方向去来做，对，所以说它还是有区别。那像这些的话，它是一个我们的当时的一些现成的图片，就是它当时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简陋的工艺是比较完整，但是。环境，就是说这个整个它的一些工具，因为工艺是不变的，但是工具是会有改变的就是这些都是工艺，尾雕啊、揉捻呢，尾雕的话当时是用那个竹制的那个帘子，然后这个呢就是揉捻的那个它是一个木质的一个揉捻机然后的话它。像这些后来都被改成了机制茶，所以说我们冯绍球老先生他不仅仅是滇红的创始人，他还是机制茶之父，就是说很多茶叶的机械，他因为他是工程师嘛，他其实他研发了很多种，有点自动化、半自动化的这种机械所以说是这些就是属于当时后面，因为像揉捻的话，你看一开始肯定是都是手工揉或者一些木桶后面就改机制成这铁制的、钢制的一些桶，它就是一种，其实它是工具的改变，工艺并没有改变，都是一样的。然后发酵发酵呢，就是当时的这种比较传统的木款现在也有，现在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传统的这种木款来发酵然后烘焙的话，当时它主要是还是使用的这种。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制所，就是50年代的一个出制所，现在还在下面，就是修旧如旧，一直在保存。就是作为滇红茶的这种传承来讲，我们一直都在。就是这附近是吧？对，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去过了。对，这个就是世界茶王寺。对，这棵树。对。我带韩国的旅游团一直带去这里，感觉很累的。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来讲路不是太好走这个问题，就是但是呢，就是说它确实对整个茶的行业来讲它确实是因为它这棵树的它有一本书嘛，专门来介绍它的这个从各个角度、各个纬度。从它的生长环境到它的那些数据，它的内在的一些数据，包括当时去测定的这些，它当时是很多个国家嘛，美国、韩国、日本的都参与了。然后他们来做测定以后，出了一本书，很详细那个书介绍这个茶树。然后你简单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那个王星云大师吗？对，他的话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龙泉茶叶的一个创始人对，然后呢，他属于我们的第4代因为前面几代其实更多的是在做一些毛料毛料的工艺提供对，包括到我们王总这一代，他其实前期做的大量的一些，比如说以前那些各大国营茶厂的一个原料的供应下关包括一些花园茶厂那些我们原料，其实我们供的比较多特别是就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晒青毛茶嘛其实对都知道，其实下关沱茶它其实原料大部分就是我们这个临沧茶区，包括凤溪茶它所以说但是那边供的这些毛料是比较多的就是那时候做普洱茶的毛料对红茶也做但是其实就红茶的来讲的话，就是以前包括我们王总的上一代我们他也是在这个凤青茶厂里面也是做红茶的就是这种包括我们这个王总的一个师傅，他也是在这个凤青茶厂凤青茶厂对都是所以说他也跟着一起学做这个红茶嘛。那就他对这个凤青红茶的制茶技艺来讲，就是按照当时专家传承当时的话已经是其实在我们整个凤青已经传的比较多了其实只是说是我们凤青呢，就是说在这一块上来讲传承飞机这一块其实起步有点晚但其实传承一直在传承所以各种知识上的一直在传的都在传承。反正他做这个凤青红茶的技艺来说很透是吧？对反正是
一直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可以说，而且说是他对茶叶的了解、认知是比较透彻。因为什么？他一开始做毛料，做茶，做什么？其实他就是跟茶打交道，山头啊，哪些茶什么山头，什么口感，对不对？毛料你得懂，人家要什么类型的毛料，那我得去找什么类型的毛料给他，那就要去了解到他这个片区是个什么特点，包括这个分区性的茶叶。几乎每个乡镇都在种茶，那你每个乡镇的每个山头的茶叶，大概是什么感觉？它是跟这个环境啊、气候啊，对不对都有关系，茶种啊，然后那么比如说它就会涉及到我们下面的一个乡镇，哪个山头大概的口感是什么的类型，那我一旦有我们上端的供应这个客户需要，那我需要去找哪一类型的茶是要苦底稍微重一点的呢，还是要香气要更浓一点的呢？对不对？他就需要有这些全方位的这些了解。对，那我们韩国的茶友很好奇一点，就是我们懂普洱茶有一些古树茶呀、丹珠茶呀、草杨树的这些树龄的一些优势嘛，但是你们滇红，你们对这种茶树的树龄要怎么看？其实哪怕在普洱茶行当来说啊，山头茶和这个树龄茶，其实它是后面才出来的，一开始没有这种概念的。其实这种山头茶、树龄茶，它是后面慢慢，因为这个市场，其实这个跟市场有关系。市场其实这个市场出现的原因是，都要在找。它的特别之处，那山头就是它的特别之处，年份就是它的特别之处，就是无非就是做了一些同类同质化出现以后，才慢慢兴起了一种避免同质化的一种渠道，只能是这样讲，真的是这样讲。那么很多人就会问，那古树茶好还是我们的这种一般的这种茶园的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制茶来讲我们不太，我作为一个这种做茶的来讲，我不太追崇这种山头的，为什么？其实茶叶来讲或者年份来讲，树龄大，当然说的你要说是对市场这种消费群体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它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古树茶喝起来甜比较甜那它也是他喜欢这款茶的一个理由。但我们做茶的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因为所以说茶叶这个作为我们做茶的来讲，它是有一个评审的一个标准的对不对？那就哪怕数据你测出来它的水晶出入，它的各方面的指标，它都是要数据说话的。但是消费者他不用，消费者我就是喜欢它甜，或者我就喜欢它苦，就完了。所以说呢，这种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做一个茶来讲，我们不太会注重去某个点，因为从古树茶来讲，你看它的树龄来讲，就跟人是一样的，一个老人跟一个正在年轻力壮的，你说他全方位的指标，是那个老人更好吗？这绝对不可能，肯定是年轻人，他各方面的指标更好。那包括他的芽上的那些含量，那肯定就是年轻茁壮成长的这种茶树要更好。但是消费者呢，他是这样，消费者也许是因为那几方面的物质低，有一方面的物质高，就好像他喜欢跟老年人交流，老年人更有经验，说出来的话可能更那方面，那肯定年轻人就说，我跟这个老人，我喜欢跟这个老人交流，因为他有经验，他说出来的话怎么样，就是他会取他某方面的阐述，这综合来讲，茶叶来讲肯定是年轻力壮的这种茶树，内涵物质是更高的，正儿八经从这种茶叶的，无非从它的内涵物质也好，各方面来综合指标来讲，肯定是更高。你看像这样的话，这些就是我们有机茶园。这个是我们现在海拔很高啊。对，差不多就是到2002、2003去那边的话，你们挂着你们的什么牌子这些吗？有。对，反正基地里面都有的这些。现在的话，因为像绿色的这个茶园，我们基地现在是2万多亩。然后有机的话，现在获证的话是1500多亩。但是正在要申报的还有3000多亩还没有。有机的。对。那这个可以出口了。
对，这些都没问题的。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打造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茶园，就完全按有机的来管控，就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用不了，反正是定期的对进行人工的除草这修剪对，这些都是用人工来完成。反正我们韩国的客户要有机茶叶的话，你们可以就什么定制做，或者已经有一些产品是吧？早就有了，因为我们做的比较早。对，有机认证我们17年就开始做了，17年就很早就已经获证了对，所以说我们都一直在做。绿色也好，有机也好，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消费者比较关注、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여러분 저는 지금 예차, 是吧? 这个叫예차. 예차라는 이제 4개 지역의 어떤 원료를 섞은 그런 홍차를 맛보고 있는데 정말 순정하고 맛있습니다. 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底吗？可以，有点烫啊。 이제 이 용천 차창에 또 고급품의 한 차를 시음해보고 있습니다. 이렇게 단맛이 엄청 강하네요. 지금 이 봉경에서는 예전의 방식을 조금 탈피해서 이런 화향이나 단맛, 좀 젊은 층들이 좋아할 수 있는 맛들 위주로 이렇게 제다 방법을 많이 바꾸고 있다고 합니다. 예전엔 이렇게 화향이 특출난 방향으로 만들지 않았대요.